飞机的时候走入海关，然后居然有海关人员亲自出来迎接我们，帮我们很快速的通关。哇，想说旅行社也太厉害了吧，居然就是还有海关的人脉。团员就只有我跟我姐2个人，就2人成行，还配上向导与司机。入境之后呢，基本上就会先去领观光证，它是进入大小吴哥窟的证件。不要以为司机都随便的人哦，他们可是有经过挑选的，要先通过英文测试，还有一些基础礼仪课程。所以他们的观光产业整个算是发展蛮有制度的。为什么我知道呢？因为我看到车上的奖状，司机跟我分享的。第一站我们就先去了大吴哥窟，那门上雕刻是国王加雅巴尔曼七世的面容，象征印度教的四面佛那种感觉。一进去的景象，那靠近一点点就可以看到石雕像，然后墙面上会有很精细的雕刻。接下来去到巴龙庙，它是由54座大小宝塔搭建而成的，虽然里面部分已经损毁了啦，不过你不觉得画面有点像那种生存游戏的感觉吗？因为每座宝塔都有国王微笑的面容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后人称为高冕的微笑。那因为他们很多建筑都是石雕的，再加上它的石块是崎岖不平的，就是为了要俯视整片风景，所以就这样爬了。但是走下的时候，整个超陡，腿都在，就整个腿软。这是巴本宫殿看下去的面貌，你不觉得前方都很像古代皇帝会走的吗？这是古代法院，下面一圈一圈的，长得很像象棋，这是不是在隐喻人民被法律制裁那种感觉？真是想太多了。各位猜猜一下这个亭台是什么？那它其实就是古代就是斗象台的地方，也就是古时皇帝挑选坐骑的地方，因为他们以前都是骑大象的嘛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前往小吴哥窟了，这个感觉很像星光大道，不觉得吗？然后旁边就有人在卖水果，不知道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我建议就是手机拍的人一定要配那种广角镜，不然你是整个神庙是无法入镜的。还有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蛮适合练习忍术的，就很好的庇护场所。走廊上会出现一些雕刻画，述说着高吴哥王朝全盛时期历史的战绩等等。那原本我们是要在那边看日落，但是我姐一直吵着晚餐自助餐食物被抢光，那没关系啊，跟着爱吃鬼出门就是只能这样子啊，有些景点就是被提升。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女皇宫，使用红砖建成的女皇宫。神游的故事呢，就可能要请各位自行 Google 啦，因为就是导游讲了什么东西，我其实有点忘记了，就有很多的名称啊，很多的数字。这是里面的长相，虽然蛮多处已经要损毁了啦。这个图像应该是湿婆神啊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。变身塔，它是火化仪式国王的地方，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就是遗体是不是搬移到其他地方。这是达松将军庙，它是微笑国王加雅巴尔曼七世纪念英勇善战的达松将军所建成的。树枝缠绕，你不觉得那个洞洞里面好像有东西跑出来那种感觉吗？涅槃宫蛮适合毛毛的，因为它那边天气又超热，所以到中午的时候，司机就会先送你回饭店休息，不然会很容易中暑。接下来是前往宝剑塔，这风景是不是超美啦？尤其又是好天气，这张超适合拍完美照的。晚上呢，我们就搭嘟嘟车前往市区绕绕。其实路上也会看见有人就是卖那种瓶装的汽油，但导游说这些都是掺水的，所以也会特别的便宜。塔普人神庙，那里面蛮多就是手绘的婆罗门和佛教的典故，就像这张一样，还在维修中的建筑。罗洛氏遗址群，它包含了巴孔、罗雷、圣牛等3个遗址，所以有3个塔，有没有看到？其中罗雷氏是为了国王纪念父母之用。那这里的石块粘合都是皆以中糖、石灰、糯米浆混合而成的，就没想到以前就是用那种简单的东西就可以建造一种石块的塔，就是台湾庙都会有那种石雕像。这个树干它非常的粗壮，就盘绕着整个塔普人市。这区域有很多那种年岁大的树，就觉得蛮惊人的，尤其是那种树根的地方，你看粗壮啊，要么就是那种延伸到很高的地方。地方呢就是安吉丽娜·裘丽拍古墓奇兵的地方。欧萨神庙目前它是由中国专家负责维修，而实质上的依法令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雕刻，所以你看那旁边的那种可能已经修建而成，都是长得比较素素的，去区别说与遗迹有差别。到这里呢，其实导游就是让我们自己进去了，因为其实看后面已经麻痹了，老实说，因为遗迹其实都长得差不多。不过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这外面有个警卫在学中文，他就拿一个小本本，大家很认真的看中文，然后还跟我们小小的对话了几句。去到柬埔寨呢，像到处都是要爬呀爬。这个阶梯其实它间隔还蛮大的，必须搀扶的边边才爬得上去。不过还好我的体力还 OK， 就是经过市场所拍摄的干货的种类也是多的。然后这里有那个吃脚皮的鱼儿，有没有很像？他司机过后也跟我们分享，就是他接待客人有时候会去夜店啊，然后就说到他会遇到人妖，他就跟我们说可以看那种手掌跟脖子的粗细，
看出端倪。这里有个白色的建筑物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理事馆，那时候导游有说，不过我真的已经忘记了。这附近有超多小孩在卖纪念品，他们就会说什么不同的国家语言就很厉害，多少钱啊，然后买几个，多数都是明信片或者钥匙圈等等的。有时候他们也会卖水果，就是可能他们家里附重灾的水果。我觉得这样其实还不错啊，因为不乞讨，然后是靠自食其力。因为是小团，所以就没有太多时间控管问题。于是导游就会带我们去多一点的小地方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庙。这个卖冰的很像台湾的把夫，他也是会，我记得他好像也会按喇叭这样。洞里萨湖游河，因为就是蛮多人靠捕捞鱼为生，所以就是有一些捐赠校舍会供这里的孩童上学。这很明显就是那种韩国捐赠的校舍。这是水上摊贩，各位猜猜这个是什么？我是没有问导游跟摊贩啦，不过这个应该是二鱼干。我姐就一直觉得很恐怖，她有一次跳舞上来，她应该没有弹跳力那么高，因为它整个架构的还蛮高的。回程的途中，我们还看到水牛们，虽然水牛好像也是有点瘦瘦的。当初会来胡塞这边是因为近年来就是灾害蛮频传的嘛，就很怕以后就是会看不到这些光景，然后建筑损毁会没机会，所以最后就选择来柬埔寨看看。觉得柬埔寨这边很好的是，因为它这边有那种 UNESCO 认证的世界遗产，所以促进他们这边的观光。柬埔寨这边的孩子都特别有艺术的天分。这个是我在路上看到有个小女孩画的树皮的雕刻，很别致，就他们就这样敲敲打。不过那边的物资其实还蛮缺乏的，所以你就看这边其实蛮多动物都特别的瘦，就像那个鸡一样，超瘦。喵喵也是，然后它身上还有一些小伤疤。那么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影片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分享出去，并且记得订阅 YY Channel，谢谢。